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《西游记》大家都看过了，其中里面有一个女儿国非常出名啊，它的国王也是女的。那么女儿国是否真的存在呢？还真的有啊！我现在来到了湘西大山当中的一个侗寨，这里呢被称为现实版的女儿国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女人当家做主，男的在家带小孩。反正我看资料说，这个地方呢有什么事是由女的决定。如果去外面签字或者代表，也是由女的去，所以说才称之为现实版的女儿国。在村口这里是稻田，之前明显种植的是水稻啊。到了夏秋季节，这里可以说是金光闪闪的，因为稻谷丰收的那个时候是非常漂亮的。我们吃的稻谷都是从这些农田里面长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寨子里面了。这里算是一个广场，也是他们整个寨子的中心。一般我们来到侗族，会发现在寨子的中心或者寨尾呢，有一个鼓楼，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建筑。鼓楼呢，是他们整个寨子进行商量大事的地方。那平时冬天呢，就有很多那里人呢在那里烤火，有一个火塘。我们在贵州其实经常能看得到。那么这些侗族的房屋啊，基本上是以木建筑居多，房子端庄，3层居多，也有4、5层的。内部呢有火塘、卧室、仓库等等，不用一个铁钉。所以我们走到贵州也好，湘西也好，这些木头房子啊，可能大部分都是榫卯结构。这个就证明古代人民的智慧还是比较厉害的。我们经常会说建村或者建城都会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，侗族也是如此。侗族一般傍水而居，在侗家人看来，水是财富的象征，汇聚水源就是汇聚财源。刚好呢，眼角侗寨四面环山，中间呢有一条小溪河流通过，所以从空中看的话，眼角侗寨呢有点像一个聚宝盆。那在这个聚宝盆的中间又有一口井，井呢汇聚了来自4面8方的水源。那当时汇聚水源就是汇聚财源。当地有一个习俗，凡是外出谋生之人，必盛买一个水壶带走，期望能够带来财运。这就是每个侗寨必不可少的鼓楼。在鼓楼旁边还有一些乐器，这个应该是芦笙吧。我们去鼓楼里面转转。鼓楼他们在冬天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坐在这里，因为就是左邻右舍嘛，特别是那老人就会在这里聊天。那同时呢，如果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的话，大家也会在这里商量，就相当于是整个村寨的一个中心点，一个会议大厅、会事大厅一样。像你们这里，我看网上看资料说，还保持着母系文化那种习俗吗？女人当家做主？那有啊，还是这样是吧？就是女人当家做主，有什么事都是女人去签字，女人决定是吧？有人这个说话算数的。现在还是吗？在鼓楼旁边还看到连心桥，其实就是风雨桥了。在这种侗寨里面，风雨桥是必不可少的。在夏天的时候，当地的村民都会来这个桥上乘凉的，因为是在水上嘛，相对来说比在其他地方凉爽一点。现在继续往村寨的深处走一走，在这个鼓楼旁边还看到很多石碑，应该是记载了这个村寨的一些历史。你看这些都是以前的住处，就证明这个村寨历史非常悠久啊。这个村寨的整体历史大概是1000多年，当时宋朝就有人来此居住。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大概是1.5米宽，它是整个村寨的一条古驿道，就相当于古道。这条古驿道是建于明朝时期，兴盛于清朝嘉庆，当时是连接湖南和广西的重要商道。在货物流转的情况下，眼角侗寨当时也算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。但是随着水路和公路的发展，驿道呢逐渐被冷漠，侗寨呢就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因为在古代嘛，当时的交通不便的话，基本是靠马驮运，靠人行走，所以才催生了很多这样的驿道。你像云南有茶马古道，
经常我们在大山里面可以看到那些石板路，就是当时用马驮运的，才催生了一个行业，叫那马帮，就跟现在的快递物流一样。那这里呢，也是这样石板路保留下来了。你看这栋房屋非常有特色啊，里面是那些长木条，外面呢是用黄泥土覆盖在上面。因为在以前条件建房屋没那么好的话，都是这种比较传统的，就跟我们在有一些古村落可以看到，他们用黄泥砖建房屋。这种房屋现在很少见了，有些已经脱落了，估计现在没有住人吧。在当时，如果是有马驮运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就会有叮叮叮当的铃声嘛，因为马的话上面会挂一些铃铛。我们在云南一个古镇、古村落也看到了，在这个中间能看到一些路标，南寨门遗址、长寿泉。我们主要去看看南寨门吧。这种侗族或者苗族房屋呢，基本上还是比较传统的，木头建造的。这个2楼是存储一些东西的，它这种房屋呢，既是仓库又是住人的，弄了一个木板过去，放了一些干草，应该是他们养牛了吧。来到这种村落，就是会发现非常具有生活气息，一直呢能够听到有鸡在叫，我们现在也能够听得到。基本上呢，每家每户种植了一些菜，然后养了一些鸡鸭等等。我们常说的世外桃源，特别是每天的早上、中午或晚上，这个炊烟升起来的话，那个生活气息一下就起来了。你如果碰到一些大村落啊，在农村的话，到了傍晚或者早上，整个村落的炊烟都升起来了，那真是一幅美好的画卷呢。我是挺喜欢这种生活的。我们现在进出这个村寨是外面有条大马路，当年他们就是走这个古驿道，从山顶翻出去的，就跟我们在云南走茶马古道一样。修路碑记记载的是清朝嘉靖13年，就是1808年修的，已经200多年了。这条路在清朝嘉庆时期修过，就证明那个时候往来的商贩很多，才需要重修。不知道当时的路是不是像这种样子啊？我是有疑问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这个人弄着货物进出，可能是有点不太方便，应该会稍微平整一点吧。估计还是要靠马或者骡子驮运。走到这个半山腰，还能够听到很多鸟叫声，就证明这边的环境啊非常好。大家应该能听得到吧？我现在就走在这个古驿道上面，在这里回想一下当年这条道路有什么场景。碑刻于女儿王国，沿角侗寨古驿站沿线共保存有6通清朝石刻，其中3通保存完整。刚才我们在路上也看到了，这些碑上面呢有为数不少的女性名字刻于石碑上面。其二呢，头人就是领头的为女性杨门皇氏，她应该是这片区域的首领，这说明当地的女性的地位与男子平等，甚至高于男子。因此沿角侗寨一带被称为湘西深山中的女儿王国。现在看看这个古村落，对面有很多竹山，还能听到有人在对面干活呢。哇，这里的鸟特别多。寨门还在前面，你看这些就是栏杆，应该是以前修建的，现在不会谁去弄这些。从这里呢，也能够见证当年这条路的繁忙，以及这条驿站的重要性。在这个半山腰看看这个村落，远处都是雾气弥漫，因为这里刚下完一场雨，环境就是如此，空气中带点湿润。你像春天走在这个田间小道或者驿道上面，可能还有淡淡的花香。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炊烟全部有的话，
那确实这个相当于一个神仙般的存在啊！你像这些石壁都是他们先民们之前花了大量的人力弄出来的，也是老话常谈，在这个半山坡上面要种植水稻也好，玉米也好，以及其他农作物，一定要一块平地，那自然而然就要把这个坡啊整理一下。这个在大山里面是很常见的，一个是弄成平地好种植，另外一点呢是呢防止水土流失嘛。远处又是一个村落，估计也是侗族。我们走到云南、贵州还有湘西这边啊，可以看到苗族、侗族他们建房屋的方式基本是木质结构。其实有时候不是他们不建砖结构，主要是他们是这种传统习俗啊坚持下来了。说起成本，木质结构的房屋可能比那些砖的还更高一点。这些栏杆大家千万不要去倚靠啊，因为有点快倒塌的感觉，就比较危险，就承受力不够。很多人会问，那么他们运送货物不会走以前的官道吗？大家要知道，整个西南也好，或者中原也好，地大物博，你如果有些东西在这样的山区要走官道，会非常远的，就跟云南一样。所以说他们就会在大山里面开辟一些古驿道来行走，这样的话节省时间。土地祠这个在村寨里面是必不可少的，也不用过多的细说。这就是南寨门遗址，在以前从这里进去呢，就进入到了眼角侗寨。这个肯定是现在修的，但是以前确实有啊。这个眼角侗寨不算大，本来我想找一些当地人多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女儿国的故事，但是由于今天不凑巧在下雨，很多人呢都在家里面，我也不方便去打扰。那么大山里面的女儿国我们就看完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